好市民5大守护，全家安心有感。健康首选好市民。社群爆料大对决，遇到恶灵该po文，不然不该发干嘛？你必须要讲，那处不处理，那就是你们社区的问题。群组里面你是讲不清楚事情。你是个爱 po 文的人吗？是被烧到的感觉。前阵子有一个艺人，对，他就一口咬定，觉得说哦是我害他被宪哥解约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发了一个这样的文，网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哦你干嘛这样？你是不是要炒新闻？聊天记录被偷看，发文讨公道竟更惨。讲了很多抱怨的话，可是都是介于我跟他的赖之间。他有看到这个赖人对话，备份给大主管看，他被辞职了，然后他就很不爽，发个文，小主管就告他了。明明是受害者，结果变成加害者。所以我们就之后都不发文了，因为我觉得太无聊，太委屈了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，晚安你们。陈哥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发现？没有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来，时代不一样了。怎么说？你遇到不爽的事情都不用当面吵架，直接打开社群发文，打篇限动就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把不开心的事情就这样 po 上网，就好像按下了全世界的广播键，哒哒哒都看到了。虽然你发文的当下很爽，但万一事情的风向一转，那出现的键盘乡民或者是对方的亲友接力开喷，你可能被大大的延上了，形象不保啊。这个网络发文究竟该 po 还是不该 po？今天就来说清楚、讲明白。欢迎今天来宾，介绍这边的丁立淇、吕元婉，欢迎，还有我这边的黄嘉欣、西月，岳西，大家好。人气营养师 Patty， 你好。在人气演员阿 Q， 人气全麦网红 Fashion。这个社群时代，人人都是自媒体了。根据2023年 Dcard 社群观察报告发现，超过72%的使用者曾经因为觉得不公平受到委屈，考虑要不要在网络上发文讨拍或揭露。考虑哦。其中有47%最后选择发文让大家评评理，但也有25%的人坦言，发文之后竟然被反咬一口，形象大损而后悔发文。我马上先来女王大调查，遇到这些委屈不公平，到底该 po 文还是吞蕊？第一题，公共场合题。公共场合，我去某间热门餐厅用餐，因为我点的金额比较少，店员用很不耐烦的态度招呼我，明显对点的金额高的客人比较亲切。我当场很难堪，走的时候我偷偷录了一段对话音档，想发文提醒大家这家餐厅看人点菜，但又怕被说我玻璃心，或是被店家反咬说我偷拍偷录。这篇爆料文我该发吗？请举牌。该发吗？只有一位觉得该发。竟然只有一位觉得该发哇！来，先从你来，为什么？就是可以把实际的用餐体验感受分享给大家知道，这样子让大家不要踩雷。大部分我觉得很意外哎，我本来以为大概会55%或者是怎么可能？没想到。好了，我改了。进，我们听听看为什么。超级无聊的事情呢。要是你发了，会觉得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其实我觉得，首先那个店员。他并没有对你做出什么很破格的事情嘛，他可能只是心情不好。我觉得每个人在工作上面都会有点情绪，对，然后你只是单纯觉得说，哦，他对我好凶，但是，他对那个人好热情，你就觉得很受委屈。差别待遇，我觉得是被差别待遇，跟的期待不一样。了解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。这可能是个人问题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以我的个性的话，就是你脸臭，那我可以不吃啊。那金额少，我不吃，我走人就好。我就是回去给你个1星负评，那这样子其实我心里就平衡了，不是吗？就是来阴的啦。我给你个负评。住永和是吧？比较是来阴。我帮他淡水了，你就被来阴和了。住永和有道理。
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芝麻小事的事情，而且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觉得我当下会直接跟那个人反映，就说，我觉得你态度不是那么的好。而且我觉得现在像日本，他们现在有讲说，现在服务员没有规定说一定要笑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人只是没有笑。有最新的，对，他搞不好只是对你他没有笑，他对别人有笑，但这没有什么好讲。我觉得这种太芝麻小事，我不会去讲。不是你花钱你就是大爷啊！其实服务业，其实你如果发这种文，因为现在就是所谓的阶级，常会有阶级效应。比方说你会发现哦，你有去讨伐一个便利超商的，比方说那个店员啊，你就说他态度很差，帮你结账什么的，其实通常会引起同一个阶层的人说，你怎么都没有体谅我们？其实 maybe 前面我们要铺货要结账，又什么，我们一人当8人用，一点点同理心都没有，你会被讨伐，这一定讨伐。了解，是来那个。合群，不要坚持做自己。Betty 啊，好像你来不及啦，来不及了，播出了。哦，好吧。来，飞迅。因为其实我去餐厅吃饭，我最重视的是他们的餐点。其实我觉得服务只是另外的加分的效果，所以就算他服务态度不好没关系，好吃我还是会再去。而且像那个前几天，因为我的室友他是腿开刀，然后他前几天也要请我帮忙他去那个电信缴费。然后我去电信缴费的时候，因为我室友他开刀的时候都会在家玩游戏，他的那个代收已经超额了，没办法再买了，所以我就问了那个电信的人说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室友想要提高他的那个代收的额度，对，我要怎么帮他申请？结果那个电信的店员他就直接跟我说，那个需要财力证明，你先看看你的信用卡额度是多少，再来跟我讲话吧。觉得很莫名其妙，想说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被骂？然后我也是问他说，你心情不好？开始跟他做心理辅导，我被骂的莫名其妙。他怎么回应？他听到了我这句，他自己也尴尬笑了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他们只是一个情绪。对，我觉得你这样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很棒。换个方式啊。对，阿 Q。我觉得这个是要核实的，就是你没有100%确定他是大小眼的话，万一最可怕的状态是所有的网友都相信这件事情，然后霸凌他、讨伐他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。你要证实的话，你就去点跟隔壁桌一样金额的。对，要证明。看他会就因为这样对你亲切一点。笑脸迎人了。对。哎呦，你这饿了，能点那么多？对，突然变很殷勤。对。好，换我们俩说了。我觉得偷录这个本身就很容易被讨伐了，在网友的眼中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居心叵测。对。没有，其实像这种偷录的对话，当然基本上啦哈，因为他只有参与的一方，所以你这样录是不会有什么违法的问题。只不过说，因为你录没有违法，录没有违法哦，而且它是公开场合嘛，因为他跟你对话哦，因为你是对话的一方，所以你录下来这个是不会有违法的问题。只不过说，因为你可能你只透露了一段，对不对？那你做评论的时候，你会加上一个不实你自己添加的资讯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你很有可能就会涉犯公然侮辱的问题。看来我们很容易就达成共识了啊，除了一个人以外。辣妹子，误会了。因为的确很多人现在不爽就说怎样，对，太容易了。那不是怎样不妥，做人不是这样做的，太轻，对吧？好，下一题。网红业配篇。我是一个小网红，我接了一个保健品业配，但厂商付款一直拖延，已经拖2个月了，生活费都快撑不下去了。询问同行，他们说这家厂商不会拖延费用哦，这样让我有疑问。所以拖欠费用只有针对我吗？我想要发文爆料，但是厂商是圈内的大金主，一旦说出口，对我以后的业配可能会有影响，但我心里真的不开心。请问这篇爆料文我该发吗？好，他应该发文把这篇心情跟大家分享吗？请举牌。哎呀，好难阿 Q 他很为难，阿 Q，因为他是大佬，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寻求法律，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他那么厉害的律师可以请，我觉得攻不了，所以我现在在想说。这个有可能我会想要去发文问大家，可是我同时也好像也不会，就是我好像不是那种会发文的人，可是我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唯一的办法这样子。因为通常其实如果接业配的话，应该有合约啊。对啊，我们之间有合约，然后呢里面有所谓的付款的期限嘛。OK。那如果遇到所谓的这个拖欠的问题的话，
你发存证信函，你干嘛公诸于世啊？你该寻求法律的那个啊，因为你这样才是处理的正确方式。因为一方面其实也不会撕破脸嘛，因为你本来就是没有照合约来，然后二方面也不会去得罪其他人，这才是正确的方法。对，是哦。哎，今天很容易达成共识，哎，真的，今天看来没什么好聊的。大家观念都好好。大家竟然是同一个频率的。对。好，来下一题。来，邻居关系题。我刚买房子住进新社区1个月，楼上邻居大叔每3、4天就会在深夜制造噪音，影响我的睡眠。我有尝试跟他沟通喽，但平息1个礼拜之后又恢复原样。但是这位楼上的大叔在社区里面非常会做人，常会送一些小礼物给大家。同楼层的大家好像也有点默许他发出的噪音。我想要发文在社区500人的群组里面爆料这件事，但是我又担心可能会变成社区的麻烦人物。这篇爆料文我该发吗？请举牌。哎呦，意见不同哦。该发，你也觉得该发？该啊，你觉得该发？因为这不算爆料啊。刚刚有点，而且我先讲我挣扎的点，是因为他制造了什么样的噪音？然后他又是不是个做人失败的人？很像我的困扰并不是大家共同的困扰。如果我发这个不平之名的话，我怕可能会有一些你会不会小题大做了？对，所以我刚刚我就有点挣扎，但是在一个集体住宅，可能你必须要注意到大家的生活品质。是啊，那大家认为有不应该的，来，岳熙。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跟管理员反映，或管委会去跟他们沟通，就不会直接在群组里面这样。一个借刀杀人的概念。他也是有途径管道的，不需要直接做这个事情。因为我觉得直接讲话好像你要跟别人开战，我是个很不喜欢起争执的人，不要正面对峙。我就觉得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处理？如果连管委会都没办法的话，那是不是我们请求警察还是什么来帮我们判定？公权力。对，有那个噪音的那个分贝。对，对，有这个。对。我觉得经过刚刚之后，我觉得就是打个电话问大叔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就好了。我们大家都是好邻居。学快，你怎么可以变那么快啊？对，就是你是不是修正的太多了？学到了。所以对于恶邻居，你们都放任他们吗？恶邻居不会放任。对我来说还不算恶邻居，可是很难搞。我们那一栋就有一个那个搞不完，真的搞不完。来，怎么说？我先讲一个这个噪音啦，这噪音其实很主观啦，就像陈哥讲的，那声音大小是你自己认定的关系。那我本身我也当过委员嘛，就是管委会没有权利去强制人家不能发出声音，也没有权利可以罚他钱。所以我们社区最近有一个公告，请各位住户维持社区水平，半夜尽量不要发出噪音，只能这样子。对，规劝，没有针对性的。对，但是问题是你一定必须要反应啊，不然的话他一天到晚吵你，然后吵到你自己都精神崩溃了。那但是你必须要讲，那处不处理那就是你们社区的问题了。严重到后来应该是会同管区或者是环保局的人来做一些测量。那个是有，像我们社区有一个就是很有争议的，因为他隔壁的有养狗啊，那他的小孩对那种毛什么过敏，然后就告起来啦，告说，他们家的那个狗味很重，然后呢，他就在他们家门口洒那个漂白水，哇，这样清洁啊，漂消毒啊，因为我小孩过敏嘛，问题是那个狗，很多人看了都觉得他们家的狗洗得很干净，没有味道，那这个很主观啊，而且他也报警，警察也来了，然后狗有味道。警察闻了半天，也没有办法判定啊。他也要去帮忙闻，没有，他就报警嘛，警察就来啦。然后就是他们家狗就是养的都没有在顾，很臭。然后进来好像跟米格鲁一样。对，气毒犬。然后跟管委会告啊，告管委会说你们就没有处理啊，也写了存证信函寄管委会啊。然后我们委员就也很头痛啊，这个太主观，这没有办法，连报警都没有办法处理。但是你必须要反映，这也是事实啦。是啊，其实社区里面的群组啊，
是社区里面的乱源。有些不能不开除。对，所以说啊像你这种就是你指责邻居的东西，或是说你有什么不满的事情，我都会因为我们担任很多社区的顾问，我们都会说你这个事情不要在社区里面的群组 po 文。第一个文字上大家会有情绪，容易误解。第二个是很多根本就像 A 栋 B 栋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会进来参与。他甚至有的劝架公亲变事主，对，变清楚。所以在那个群组里面你是讲不清楚事情的。对，所以我会建议说，你要么就是在管委会在开会的时候你反映一下，你公开来讲会比你在文字上的那个都会有误解，所以我们都不建议你在群组里面做这样子的 po 文。对，好，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我觉得更精彩了，是你们来。网络发文惹是非，我的 po 文出事了。因为我前一阵子3月的时候拿到一个那个白沙屯妈祖的一个手链，我就拿去过炉，然后过炉的影片被诈骗集团拿去盗用，这一定要 po 的啊，这一定要 po 啦，因为那个不是我啊，他把我的影片去连了一个假的网站，然后就要澄清这件事啊，对，他就很多人就买到假货嘛，那我一定要跳出来澄清啊，但问题是那个效果让人家很灰心呐。就是你澄清之后，就是你截图啊，这个是假的，这是假的啊。你截图之后，他又创了一个新的。他们甚至就是连我澄清的那个截图，他们也用上去。诈骗集团再用这个照片来说，我才是真的，之前那个假的。有。然后更冤的是什么？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是无解。我跟你讲，我去报案，那警察跟我说。这个很难抓，因为都是假账号、空账号。就算你抓到了账号，他人去楼空，他再换一个名字，他再创一个新账号，你永远抓不到。怎么办，尤姐？怎么办？无解，真的无解。他没办法吗？真的很难，就是因为第一个案件量太多，个人肖像被非法使用，但无解。就是的确它是犯法的，就是你的权益是受到侵害的。可是因为目前台湾这种案件是太多了，我们警力呢检调单位已经查不胜查了，就是已经负荷不了了。第一个是它很多是在境外的，那很多是假账号，很多是假身份，你根本查到一定的阶段，你就会后面的讯息就会断掉了，你根本查不出一个结果来。因为我们有一个做菜的节目，就会被人家拿去说我们的节目在卖砧板啊什么。真的？对，你看哇，而且他手在拿了一个东西，这东西整个被换成那块砧板。在超方便，师傅都这样用啊，师傅都说好用，对不对？或者卖调味包，这调味包非常好吃，你看那所有师傅都说好吃，对。天哪，就用，然后就。对，煎的蛮好的哦，这个非常好，很强。你根本看就不疑有他，你看说啊，那集我一定没有看到，连你都相信。他那集一定有播了，没看到这个画面，哎呀，对，哇，很好用哦，哇，你看，我那个什么代言那个沐浴乳啊，就要把我换掉，换成了嘛壮阳药。真的，就壮阳药。什么意思？我会买哎，如果然后那个很多粉丝说，婉姐你的那个肖像被盗用了哎。那但是就像尤律师讲的，我跟你讲，就是狗吠火车，你真的拿它没辙，就是境外没辙，那找不到没辙，所以大家就只能自求多福。可是我觉得后续还有一个比较倒霉的，就是因为被诈骗之后，媒体有来关心嘛。就关心之后，那我也希望他们帮忙宣导，就是诈骗太猖獗了哦，不要被骗。然后有的媒体就大概发文比较简洁有力，就写了一个那个8点男星轮诈骗集团。不是，太离谱了啦！不是他的那个引起视听，对他的标题就是希望大家来看，但问题是他内容也写得很清楚，是因为我的影片被盗用，说沦为诈骗集团的标题是这样下的啦。对，结果后来我跟你讲，真的有人就来留言了，标题党，你戏不演跑去当诈骗集团，没看内容以后会下地狱。然后很多都这样，标题达人，他看完标题他不看内容的，很多人现在不知道在赶什么时间，他新闻只看标题。对嘛？旅游 po 文被网爆，竟因这个危险话题。刚好遇到就是他们有那个总统弹劾的游行，然后我过去他就咬了一个年糕给我，拍起来了之后呢，我就 po 了一篇文，叭的那个爆了，就一看。他是骂政治的问题，有心人会把你扩大，有网军，这个没完没了的。
我真的是一个活生生曾经有被人家告过妨害名誉，因为发文妨害名誉，对，被人家告过妨害名誉。那是因为真的是很年轻，大学的时候年少轻狂不懂事。那当初我有一个很不熟的点头之交朋友，他那时候喜欢上了我当时的男朋友。哦，对，那这个点头之交朋友呢，就是可能觉得，哎，我跟我男朋友怎么都一直没有分手，越来越不爽，所以呢，他就去我的社群软体，因为他很想得到他，但是我们两个一直没有分手，他必须来破坏你。对他想要破坏我，然后我们是没有社群软体好友的，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朋友标记你一些东西，他是看得到，所以他就去截图了一些我朋友拍我的丑照，但是我的社群软体是有被公开显示出来的，然后发了一个文说长得这么丑，死不放手，然后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，压抑到梦想到手。然后对，而且我非常记得，因为他就是打这样，然后而且还有打说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，为什么不赶快滚一滚，然后附上我的那个丑照，对，上我的丑照，我个人就是比如说阿 Q 拍我的丑照，你很清楚知道是他发的。对，因为他发在他的个人的社群，然后是账号是有他的，他已经不怕得罪你了。对，好嚣张，他就是真的就是明着来，直球对决，正面宣战。然后我当时也是很气，你知道以前小时候不会想到说。要经由法律或者什么，那时候只会觉得不然怎样来战啊，冲动派的，很冲动，对，因为我是冲动派的，所以我那时候，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点是那时候刚好有在录大学生的美，所以我不敢发公开的文去回骂他，我还因为这样办了一个假的小账号，对，然后里面只有几个我的朋友，几个我认识的朋友，然后我就发了一样，就是去他的社群偷了他的照片，然后说，一直要，反正就是回击他，以牙还牙就对了，但是我只有发在我的这个小账号，就隔了1个多月，我就接到了那个派出所打来的电话，说，有人要告你妨害名誉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去做了笔录，然后我说，我是发在我自己的个人小账号，追踪这个账号的不到5个，就5个，就刚好5个人。哇，那你很容易找凶手对，追踪我这个私密账号，我是私密，而且我还没有大头贴的人只有5个。为什么我发这一篇文去骂他，我会被告？然后警方给我的回答是，好像有第2人以上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构成了妨害名誉的要件，这样子对。不是里面人数多寡的问题。对，不是人数多寡的问题。然后反正就是我这5个朋友，其中有一个朋友背叛了我，然后把截图。那你知道是谁吗？我后来知道是谁了。对，但是这些都过去了就还好，但是我觉得要讲的，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什么挚友功能、小账号功能，你真的大家要小心，因为不知道谁会背叛。真的。对。那所以可以反告他同样的罪名吗？对，当时在那个做笔录的时候，我就有说那个女生先骂我的，然后她很聪明，我在要去找她那一篇文，她删掉了。我当下没有想这么多，就是因为那时候还在读书，真的没有想这么多，也没有截图，就只是觉得呛来呛去，可能隔空喊话之后就会没这个事了。不过还好最后的结尾。这还不错，就最后我们有谈开，然后我们1人捐5000块给动物之家。你们有谈开了？对，最后有。你们2个谈开之后1人捐5000块，这是什么结论？为什么还要？因为他说我发文骂他，就是他很不爽，然后我也是不爽，你发文骂我，然后那不然现在要怎么样？然后我那时候想一想，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动物之家当志工，我说好啦。我认错了，我捐5000块给动物之家，好啦，那我也捐5000块给动物之家，我们就达成了。你们是朋友吗？现在？他有等到你的前男友了吗？他等到了吗？最后好像他们也没有在一起，就后续我不清楚，可是应该是没有在一起啦。但是我跟那个男生也就分开了。所以基本上只要截图都具备了可以再反告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公然侮辱是公开、公然嘛，公然其实就是多数人得以共见共闻，所以你只要3个以上啊。3个以上其实就是有点公开，3人成虎，对，所以就会涉及公开的问题。所以有人常问我说，我那个接到我一个朋友电话打电话来骂我，我可不可以告他公然侮辱？没办法啊，因为你跟他对话只有你跟他，对，只有2个。扩音呢？对，所以你就是要把它扩音，而且你要告诉他说，我现在扩音呢，我旁边有谁哦，让他知道，让他知道，所以他如果要继续骂你的话，那就是公然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告他了。要开扩音，对，或者是你在一个秘密的空间嘛，对不对？他在骂你，你就默默的去把门打开，把门打开，然后叫谁，我在这里。如果他继续骂你的话，那就是公然。他要骂你之前，我先开视讯，来。
那你就不构成。所以大家如果我们在被骂的过程，我们可以录音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个会不会有妨碍秘密？就是如果我一直跟大家讲，你要录音的，如果我是对话的一方，对，好，我录音是没有问题的。除非是譬如说今天乔欣跟那岳西在对话的时候，我不是对话的一方，我偷偷录，那我真的是妨碍秘密。哦。可是如果真的他不是当事人，我要参与就可以。对，只要不是当事人一起在对话的话，那我录音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你已经知道我就是参与对话的一方嘛，所以我对你来讲我不是没有秘密。他们俩在吵，但是你是岳西的男朋友，你这边拍他，你不是当事人，你可以拍吗？不行，可只要我在现场，你认知到我是在现场的人，我知道他在的话，对，我在现场的人。我也是倒霉，我真的是不小心碰到了我们最不该碰到的东西，就是我去韩国的时候，刚好遇到，就是他们有那个总统弹劾的游行嘛。你去参加了？谁要去参加？刚好经过，我是什么党派的我都不知道，但是因为刚好，就是你知道客家妹子最讨人厌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爱走路，这真的是最讨厌的事情。刚好我就是要走去咖啡厅，就这一长段路，不同的集会。你都参加了，我都经过了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蠢，我就觉得说哇，天哪，就大家就拿那个大旗子，然后在那边，然后有人在那边发那个椅子或干嘛的，我就会把这记录下来说哇，天哪，现在遇到了这个事情，这样边走边记录，边走边记录，然后接着呢就刚好经过一个公园那边，那因为他们是在马路上面集会嘛，他就公园这边有一区，然后那公园是我平常会去的公园，就看今天怎么就是有这么多个餐车，你知道吗？就你知道都到处排队，然后就有一摊你知道年糕摊子，然后那年糕摊子他前面没什么人，然后你说 Tteokbokki 啊？对 ，Tteokbokki，他就看我那边脏话，他就这样挥我过来这样子，然后我过去他就舀了一个年糕给我，然后就直接给我，我就他就叫我去吃，我就谢谢，我才知道说原来这边所有的摊位都是不用钱的，不用吗？他们是来应援那个联合的活动，对，然后因为我自己蠢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到了，我还拍照谢谢，然后同时我也看到，就大家很有规矩嘛，然后还有阿姨在那边，你知道自己做那个分类，就是收分类什么，我就把这些都拍起来了，拍起来了之后呢，我就PO 了一篇文，就有点像旅行记录嘛。那篇旅行就讲说，哇，没想到我竟然遇到这个事情，怎样的。我后面还特别写了一句话，写说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我在这边蹭吃蹭喝。发完了之后，后面呢，隔天起来的时候发现，不对劲啊，为什么我的 IG 爆了？我的 IG 爆了，你知道吗？爆了是什么意思啊？风云变色啊！一堆留言，叭的那个爆了，就一看。然后就有很多就很摆明的，就是你知道韩文用那种 Google 翻译年糕翻出来的字，韩国人来留言，对，然后有很多韩文的，然后也有很多就是翻译过来的字，然后就开始，但他们骂我，你知道是骂什么吗？他是骂政治的问题，因为弹劾本来就是有支持弹劾的跟不支持弹劾的，对，所以不支持弹劾的人，他们就怪我在骂我，一窝蜂哦，哇哦。发文解禁反被刁，律师传授防骂技巧。我一上飞机的时候，后面就有2个小孩大声的唱歌、尖叫，搞了我2个钟头。哇，写出来了，就来了，就讲说，哎呦，这么不经吵哦，去坐商务舱嘛。文字的艺术就很重要。最后一个结尾就说，我们不在指责你哦，我们是有当笑面虎的潜力进步的空间哦，对啊，就这样，这样就是会被骂。不支持弹劾的人，他们就怪我在骂我，一窝蜂哦，哇哦！那当然啦，我一发现这个事情，说可能是因为政治问题的什么什么的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知道，我把那篇给下架了。后面过了几天回来台湾之后，叭又爆炸了，然后所有的标题都是瑶瑶去韩国蹭吃蹭喝，被网友骂翻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请问是你会像他一样 PO 这个文的，请举牌。你要举吗？我现在不会了。你会发？因为这就是一个 vlog 呀，就是我出去韩国玩看到一个景象，就这样。没错，你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是什么都发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他有正反方啊，他可以正方的吃一吃，反方也吃一吃。没有，这样更惨哦，对，这样更惨。然后就找出个大标题：台湾来的这马子在干嘛的？
来蹭饭的。林慧芳，可是问题是，我觉得重点是在于那个 double 啊。不是那个场合啊，没错。可是问题是有心人会把你扩大。为什么我会讲说会发？因为我犯过同样的错误，但是后面其实引发的效应，你就知道不能发。这个其实是个教训。我曾经发一个东西，我想说哇，我。宝贝，妈妈真的买不到蛋哦，我就在蛋架上面哦，蛋架前面拍了一个这个照片，后面都是空的。对，缺蛋的时候，请问这个我到底怎么了？代际多掉啊，你引发恐慌了吗？就是变成什么政治？我跟你讲，牵扯到政治不得了。我第一次 po 文哦，那个留言是如雪片般飞来，哎，全部一面倒，就是说根本就有蛋，怎样。我那一刹那，我觉得乔欣可能警觉性不够。我那时候一刹那，我觉得不对劲，这个有网军站边的，对，没有网军。那你这个怎么止血呢？网军已经操作，而且就准备把你变成下一个目标了。对啊，我就马上马上就是把它删文啊。我就知道不对劲啊。删文就没事了吗？当然，如果人家有截图的话，就因为我大概半个小时没有，半个小时是就是上百个留言呢。那个我经营粉专那么久，没有这种状况，没有这种流量，而且最主要是还有一个。就是比较，就是有这个色彩的人，还故意来留言，然后呢，还 PO 了一个那个照片，说，我叫我老公有买到蛋呐，我就知道不对了，因为他们其实就很敏感在操作这个议题，所以你一定要赶快跳出来。没有，但因为我自己的做法，我一开始我在韩国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因为是只有韩国人来骂嘛，我想说 OK 好，那我把它删掉，因为是一个中文的贴文嘛。后面到了台湾这件事情出来之后，那我那篇文其实已经删了，但因为韩国那边有把它截起来或干嘛的嘛，所以台湾就开始说，哎呀，你干嘛删什么什么的。我这句话之后，我立刻把它那个公开，而且还把它置顶。真的，我公开还置顶。牡羊座，记不得。然后我另外我还再写了一篇，就是那天的一个状态之外，我也把它置顶。你看得懂你就看，看不懂你就继续骂吧，永远不会删掉。是，这个没完没了的，这个效应后面，所以讲不清楚的，是的。其实我这个是我遇到，其实我觉得我忍耐力还蛮强的。那但是今年3月的时候，3月底我飞去东京赏樱 ，OK， 然后呢，其实非常的幸运。从什么千鸟之约，然后到那个木黑川，我全部都看到樱花了，很开心。但是回程的时候，因为节省时间，所以我是从羽田直接飞回松山。好，那呢，其实，在那个短短的大概，其实飞大概3个钟头吧，不到。不到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一上飞机的时候，后面就有2个小孩，然后呢，就是耶，一男一女这样子，然后叽叽嘎嘎，叽叽嘎嘎。我觉得 OK， 我们都是当妈妈的人，可以忍受 OK。然后但是呢，慢慢的你就觉得那个频率他们开始大声的唱歌、尖叫，然后呢嬉闹这样子，大概搞了我2个钟头。哇！然后期间还时不时还踢椅背这样。哇！那我有往后面看一下，因为已经踢我了嘛，往后面看一下哈。这时候呢，旁边呢当然就是有大人陪同嘛，就说吵到人家了。安静哦，不行哦，这样子哦，人家会生气哦。有喝止。然后呢，就这样一句，然后季又来了这样子。好，过程当中其实整个这个机舱里面，其实声音我觉得不只是我，因为我刚好坐在正前面嘛，那受到的叨扰一定最大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全机舱都有听到这样。后来我真心觉得我有点受不了了，因为变冰小丢，你知道吗？神经会紧绷哎。对，然后真的很受不了，那我就按那个服务铃。这时候呢，就空服员就来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有被吵到，有点受不了了，可不可以麻烦请他们稍微安静一点这样子？对，你帮我协调一下。合理。好，接下来真的让我爆炸，我真的火大。怎么了？他居然看着我说。你说什么我听不懂，就这个表情。空服员说，哇，我说什么我听不懂。我说什么听不懂？我说他们吵到我，我真的没办法休息，麻烦你协调一下。他就说然后就跟我讲然后后来就默默说可能要麻烦你们安静一下，就这样，然后就走了之后继续吵到我下飞机。就 end 好，但是我过程我就越想越生气嘛，于是乎我就写出来了，反应蛮热烈的，是大概光是留言大概有将近600则留言，哇，这么多，对，讨论度很高，然后有一些经典留言就说
就直接站起来呀，骂下去呀，叫他家长啊，哎，你可不可以管好你的小孩啊？啊，不能扒了去啊，你个弹，踢回去呀。就是有些人是这样讲，那但是大部分都讲说。告诉我们哪一家航空公司啦，这个绝对不能去做啦，什么态度啦，哈，大概在这个语气是我自己加上去，因为只有看到文字啊，只有看到文字，差不多这样。好，可是看到这些你就觉得很解压。聊天记录被偷看，发文讨公道竟更惨。讲了很多抱怨的话，可是都是介于我跟他的赖之间。他有看到这个赖人对话，因为他是有备份的，备份给大主管看。他被辞职了，然后他就很不爽，发个文，小主管就告他了。明明是受害者，结果变成加害者。所以我们就之后就都不发文，因为我觉得太无聊，太委屈了。但是我觉得我有留一线，你有没有发现我虽然 complain， 但是我留一线是什么？我没有讲任何的航空公司，可是就有人就来了，就讲说，哎呦，这么不经潮哦，去坐商务舱嘛，不起啊，讲这句话，然后不然就讲说，哎呦，那你们那个是公共空间呐，为什么不能吵？公共空间呐，那吵闹难免呐。好，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吵？可是我是觉得不能吵，这个不是夜市，为什么可以吵？不是啦，我觉得说他要这样讲，为什么不能吵也是一回事，但。我们不吵，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，你就有一个自己知道的一个领域嘛，道德嘛，这很简单的嘛。而且是那个公共空间，老实讲，我们也是花钱买机票的人嘛，那个机位，这个空间是大家一起维持的。怎么说？哎，公共空间，啊，公共厕所就可以乱撒尿哦？啊，不是的嘛，对，就是礼仪。他说我就是没公德心，怎么样？哦，那我只确定一下而已。那你能怎么样？拿他没辙。对呀，那如果我在如果转身过去站起来劝说的同时，我录我自己。对，讲话的语气跟态度，对，是可以的吗？是可以的啊。因为为了要证明我并不是，就是指着你骂，也不是想要对你的小孩霸凌，减低那个可能被占的那个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拍的话，因为他是小孩子啊，所以我自己而已。我拍自己的话，你拍自己的话是没有问题。我是拍我自己讲话的当下。对，但是像包玉就是很好的示范，就是我们在评论我们一个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啦。其实，文字的艺术就很重要。所以你只要避免被告，其实你要多讲述自己一个客观的事实。很多人只会一开始就乱骂，就骂下去了，什么公务员这么差，这样你就很容易就被告。对，好，或者是说你最后一个结尾就说。温馨提醒哦，啊，这是贴心小提醒，你们可以做得更好哦。这样其实是不会被骂。不是吧？应该空姐好好处理就没事啦。我们不是在指责你哦，我们就希望你当笑面虎的潜力进步的空间哦，对啊，就这样，这样就是不会被骂。我这个就是有一次我在从那个忙了一整天嘛，然后肚子很饿，然后我就想要问大家说，知不知道那个机捷可不可以饮食这件事情？机捷哦，对。机场捷运可不可以吃东西？对。然后呢，这一天就是我在林口的时候，因为我那一天就是累了一整天，然后我想说哇，我想要喝一杯珍珠奶茶，然后我就买了一杯珍珠奶茶，我就上了月台了，然后就发现好像余光有一个男生就是穿着就是西装笔挺的这样，然后我想说月台上只有我和他，然后我想说，那真的好饿哦，我就把那个吸管就是插到珍珠奶茶的封膜上，他就马上很凶说，那个捷运上不可以饮食哦，就是对我很凶。重点是脸很臭，而且很大声。他是乘客还是机场捷运的人？他就是乘客。对。然后我其实当下就只是，其实也蛮谢谢他跟我说，因为其实我已经饿昏头，其实我也没有搞清楚说这里是机捷还是火车还是什么。其实我们到底有没有吸？没有，来不及吸，我来不没有，不是来不及，是我没有吸啊。然后之后我想说，哇，这真的是感觉可以讨论一下，说不定很多人跟我一样。不确定机捷可不可以饮食，对我想说，我发一下问大家，顺便我觉得他真的好凶，就是想要讨拍，想说结果呢，回响很热烈啊，就是有很多的网友来留言，然后看起来生活过得蛮糟的。对，就是变成说大家就是肯定说，好像我自己犯错，然后还要公审这个男生，然后我很过分，而且还有人会说，那个你帮珍珠奶茶插吸管是要让他呼吸吗？就是你都不喝，你知道让他呼吸吗？网友真的对，网友蛮有才的。对，然后他
就是我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只是想要问说，哎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不小心犯了错？可是再加上我可能想要被讨拍，觉得可能希望有人会说啊，他干嘛那么凶之类的。可是其实就被酸民骂了。那个写佩蒂那个佩蒂是你吗？我，你自己留下面那个。他说饿晕了没反应过来，鸡结也是结。对，我只是想说帮自己解释，但是我真的没喝。对，没错，是让他呼吸，没错了。对，我因为我怕他就是要窒息了。对。因为我也是不太会发文的那种人，因为我就是以和为贵的那种。好，但有一次真的气到，是因为我女朋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企划，然后她之前在上一个工作的时候，因为跟主管有点闹得不开心。就因为他主管就是偏废，啊有一次就是他，然后我女朋友都会跟我抱怨嘛，就赖说哦他又来了很烦啊什么，讲了很多抱怨的话，可是都是介于我跟他的赖之间，啊因为我女朋友的赖手机的赖跟他的工作的电脑赖是联动的，然后所以有一次他就被他的大主管就是约谈说，有看到那个小主管说你有在说我们的不是，说我们的话你好像不开心什么，他有看到这个赖人对话。好，甚至看到，因为我们那赖对话是有我们的，比如说存折的账户密码的相簿那类的，就基本上你越想越恐怖，就全部都被看到。对，然后他就很不爽，可是他也没有怎么样，他没有第一时间也没有决定要去告发这件事，他只是被辞职了，他被辞职了，然后他就很不爽，发个文，然后 tag 那个小主管，说你真的很糟糕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看啊？请你什么把你的什么。就这些东西删掉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因为他是有备份的，备份给大主管看。这算泄露个资了吧？对，然后，因为我女朋友就有点情绪字眼，然后我也很生气，我也跟着在底下留言说，哦，真的很坏耶，北兰啊什么就这样骂。然后公德心啊，那个小主管就告他了，就突然就有一天他就收到那个存证信函。哦，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很慌张，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还很年轻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存证信函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法院，第一次去。然后法官那个检察官是不起诉的，因为事实我们讲都是事实，是不起诉的。但这个不起诉是他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反告他。但是法官说啊，我劝你们不要了，因为我们也很忙，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很小，就是对，所以马上问有律师，对，就是不要，对，就和解就好，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因为就这整件事就很麻烦，是因为真的很小的事情，但我们闹了1个月，那1个月我们提心吊胆，我们还去拜拜。然后当时因为我有录大学生了没，然后大学生了没的最后一集。就基本上是大家都要去那个共襄盛举，我还因为陪他去法院，所以我就没有去那个最后一集，我就觉得很可惜，我就觉得哦，他欠我那个最后一集，我有女朋友，因为我陪他去。私下互动掀起风波，发文进卷入战场。小优讲了宇宙不好听的话的时候，其实现场除了他之外，我也在场。对，所以是我们3个人的一个状态下见证了，他就一口咬定，觉得说哦是我害他被宪哥解约。那我觉得那你不能这样子诬赖我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发了一个这样的文，但没想到后面延烧了这么大。我觉得你做了你该做的事吧。你女朋友今天有来吗？有，她也是现在这个节目的。Oh my god！ 谁啊？我现在这个主管对她非常好，这个主管非常棒。就是小韩哦。对，棒棒的。小韩啊。哦，小韩。你也是他的经纪人不是吗？对。哦，我不是因为他的关系才来录的。哎，你这样特别讲，我们就会觉得。我怕你们以为凭实力啦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边有人不知道吗？不知道他来录影的原因是不是？不是啦，真的不是。以前不是没有女王团吗？我记得没有。就算是我也很努力的表现了。圆圆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戏剧上表现也很棒。对。然后这一个明明是受害者，结果变成加害者。所以我们就之后都不发文了，因为我觉得太无聊，太委屈了。连这件事明明就是我们的对，然后还要被针对成这样，偷看就很。你要不要现在问一下尤律师？对啊，我们可以反告他嘛？可以啊，因为他登录你的女朋友的那个账号里面，这个就是妨碍电脑使用啊。对，他算其实就是妨碍秘密，他一定要登录才看得到。是的哦，这是妨碍秘密。妨碍秘密耶，基本上是偷看他的电脑。对啊，然后他还截图，但他截图给主管看。这样截图其实就不行了。对，截图不行。截图其实就里面会含他的个资的嘛。对，所以你这样就会使用去收集到别人的个资，这样就不行了。
所以说我们常讲的，如果你离开公司的话，你要记得把你的所有账号你要登出。好，因为我们看过很多，就是前公司为什么他可以，突然你离职之后一段时间，你收到前公司对你的存证信还是提告，就是因为很多的资料你忘了登出，但是前公司他们一打开，哇，你的资料、你的 email。一清二楚显现在电脑里面。那这时候的确在公司可能就没有妨碍秘密。直接把那个电脑直接封灭就好了。因为你自己对，因为你自己忘了公开了这一切，重新格式化就好了，所以就会有问题。所以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你离职的话，真的要你里面的那些记录记得要清干净。这个太重要，比收桌子都重要。真的好难清哦。没错。我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我那个发文有点。你是个爱 po 文的人吗？少，我不是，他算你是啦，我是个很讨厌跟别人起争执的人。OK，前阵子比较大的一个新闻，就是也有点是被烧到的感觉，是因为前阵子有一个艺人，对，我知道，对，因为他其实也有点参与到，没有，就是因为其实。小优讲了宇宙不好听的话的时候，其实现场除了他之外，我也在场。对，所以是我们3个人的一个状态下见证了。你们是一起聊的。对，就是我是也一起听到了这个。一起听到了。对，但是因为后来，因为他跟宇宙没有。就是私下会联系我，跟宇宙就是会一起去看舞台剧而已，所以他就一口咬定觉得说，是我害他被宪哥解约。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做这件事情，我还去跟宪哥去做 confirm 这个动作？那确实真的没有啊。那我觉得，那你不能这样子诬赖我。对，那时候就是因为。瑶瑶也在嘛，所以瑶瑶其实也有当中间人去跟他沟通，就说那个月薪没有理由要害你啊什么什么的。那我的立场，我会觉得说，已经有一个朋友去告知你这件事情，然后也告诉你，那你为什么后面还要发那个影片来影射或什么的？我就会觉得那阵子就加上我父亲那时候离开干嘛，我太多事情憋到起，我那时候有点生病了。就是我是微笑型忧郁啊，你有说过，对，我就憋到那样程度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到底为什么要被你们欺负？真的有完没完？够了！所以那时候我就发了一个这样的文，但没想到后面延烧了这么大。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会有碰到一些网友，可能就会觉得说，你干嘛这样？你是不是要炒新闻？你干嘛你就直接去告他什么的？可是我们身为朋友一场，我干嘛直接去告你呢？这也太难看了吧！而且就是公众，我们都是公众人物，我就觉得这件事也没必要闹成这样。这事情可大可小。对，就觉得我一直都是没有要惹这件事情的，而且那时候我其实也有透过瑶瑶透过他去跟他讲说，就是你不要再闹事情，就是如果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到最后一定会做出我要捍卫我自己，我要做自保的话，我一定会先摊开做什么？对，我会有讲，我觉得你做了你该做的事啦。黄乔欣很有话要说，来，你大概在无奈什么？他整个人都往后靠了，只差一根烟了。对，我们今天本没有要聊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我觉得其实。两方的立场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件没有到那么大的事情，尤其我觉得对于岳熙而言，这件事情更不是那么的大。但是我觉得岳熙在意的是，他觉得他被小优影射了，但是在小优的立场来讲，当然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个罗生门了，对，因为到底是谁讲的不知道，但是以小优那个时候的想法，他只是单纯就觉得说。我被出卖了，他的想法。但是其实在这个之前呢，他其实也有跟别人讲过。那只是发生这件事情是在他来我们这边隔天，他第一口咬定是我。事情爆发的隔天，往回想，昨天我只跟他们2个聊。对，但是他没有想，他之前在前面有跟别人讲过。OK， 了解。每个人都有情绪，也有想把它说出来的时候，但在网络上发文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保护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。好了，祝福大家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律师，谢谢，好久没见到，真的，我们要舞台见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